How should I do it? Just show you. 我是武汉人，我是1993年出生在武汉，大概是2年前，我第一次离开武汉来外地生活，就是阳朔。虽然现在是有病毒的时期，我知道，大家都不太欢迎武汉人。今年春节是比较巧，我10月的时候我回家过一次，所以我的打算是今年春节不回家。然后后来又有这次的肺炎的事情，所以更不能回家。我本来是计划3月的时候有一个长的假期，我的主管问我，你的假期有什么新的想法吗？我说我没有想法了，我没有计划了，因为不是我决定的事情，可能我带着我的武汉的身份证，我哪里也去不了。哇，对，真的吗？我不可以买票，我不可以去别的地方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出国就更不用说了，国外现在一定会拒绝我，我是不受欢迎的人。这次的疫情对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哪些影响？每个人都比较担心，对，就是有一部分人会比较担心，有一部分人是比较随意，没有那么紧张。担心的人呢，就是每天待在家里，然后待在家里。比较放松的人呢，可能就是还是会和朋友，就是和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看电影什么的，不会去人多的地方，然后酒吧什么是更不会去了，酒吧也不开门了，但是对，这是在阳朔的生活，在武汉的生活是我的家人待在家里，哪里也不敢去，买很多菜，然后待在家里。我有一个堂弟，他最近就是一直发烧，现在已经去了医院，然后控制好了，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因为他发烧的问题，现在全家人都很紧张。因为春节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在春节在中国，我们都会一起吃年夜饭。我的堂弟发烧，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有可能，这个是我的家人的情况。还有我的朋友。她现在怀着宝宝，所以，当这个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，她正感冒着，所以她特别担心，然后担心到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因为她感冒，她很担心自己得的是那个病，然后她担心她自己的宝宝，她不知道自己要这个宝宝是不是对的，因为这种情况。另外一个朋友也是，他有两个孩子，所以他也是非常担心。还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在韩国读研究生，他现在因为春节回到中国，可是因为现在的疫情，他不可以回韩国去。今年他要完成他的论文，时间非常的紧，6月的时候他需要完成，可是他现在只能待在中国，不能回韩国，他不可以做实验。人们每天都可以听到，我的朋友他在家，他说每天都可以听到外面救护车的声音，这样子让他更加不安。在他的身边，他可以看到有人因为这个病去世，他可以看到有人因为这个病去医院每天，所以在这种他可以看到的情况下，他真的会焦虑，真的会不安。然后还有很多的病人，他们可能90%能够确定是这个病，但是因为没有确定这个病的试剂给他们，所以他们都不算在统计的数字里面。哪怕在统计的数字上看来已经有很多人得了这个病，但是还有很多人是没有被统计到的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因为我的朋友他告诉我，他身边就有这样子的人。我身边没有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在武汉，他身边就有这样子的人，因为没有办法真正的确诊，没有办法通过那个试剂盒让他确诊，所以他不被计入到这个数字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数据是1万多，但是可能实际上的是比这更大的数字。那现在你家人都在武汉，他们目前的情况怎么样？像食物呀，还有水呀，这些生活方面怎么样？暂时来看的话，食物方面，还有存粮，然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待在家里，哪也不去。
但是好像我刚刚告诉你，我提到我的堂弟他发烧，所以他的家人向我们家借了车送他去医院。那借了车以后，这个车我们需要消毒，需要用酒精消毒，但是现在在武汉你买不到酒精，买不到口罩。我的妈妈试图向我求助，让我在阳朔买。我去哪怕是阳朔这个小地方，我去医院我也买不到酒精，买不到口罩。所以我想全国各地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情况。因为刚刚说到的媒体的宣传让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度很高，但是同时也让人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惊恐，然后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去购买，去大量的购买所有的物资，酒精、口罩还有感冒药。对，所以在家里的话他们可能会缺酒精和口罩这样子的东西。是不可以运的，快递不可以运酒精。就算我买得到也运不过去。你觉得这个疫情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？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朋友们都一一的离开了。星期五我们还在一起唱 KTV， 星期天大家就都买了机票，各自飞回各自的国家。现在本来在阳朔的学生，我们学校的学生可能有20-30个，现在不到10个。我们的课本来以前是面对面的那种课，现在全部都换成了线上的课。有没有什么让你非常担心的地方？你觉得我看起来担心吗？我不担心的部分表现在我还是会出去见我的朋友，我还是会和他们一起聊天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做一些社交。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担心，就是如果我有一点点不舒服，我就会担心是不是我感染到这个病毒了。我有一点头疼我担心，我咳嗽我担心，我觉得冷我也担心现在我担心Is this a safe space? Who knows? 那么关于你的家庭，他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困扰需要去面对的，需要克服的？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心理上的那种恐惧。比如说有一天我的妈妈她给我发消息，她说就是突然的跟我说，她说如果我去世了，你怎么样，你应该怎么做。所以是非常沉重的问题我觉得。对，这个主要就是心理上的。因为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，他们能做的事情只是待在家里不出门。对，因为现在也不需要上班，也什么都推迟了，开学的日期也推迟了，所以他们可以做的能做的就是待在家里不出门。但是你在家待长了时间，你就容易胡思乱想，就会想到可能在自己待在家里以前的某个时间，你遇到了一个患病的人，然后在以后的某个时间点你会爆发出来，然后去世，生命就消失了，这样子的事情。然后他就给我发短信，如果我去世了，如果我死了，你要这样做。对，我也没有办法安慰他，我只能说没事，你的心态要放好，只能说这样的话。My grandfather's nephew 和他的弟媳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去世了，因为这个病去世了。然后我的叔奶奶也去世了，但是没有通知爷爷奶奶。对，是因为这个肺炎吗？对，因为这场病都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。然后但是我爷爷的侄子应该是中年人 middle age 40-50岁。对， Literally just sent you that. 我妈妈给我发的消息。哇，天哪！ So close to us.